谁让你们进这个包厢的？您好，我们有预定，是我女儿安排的。哼，你女儿？你女儿姓什么？嘉盛酒店 VVIP 包厢最低消费88000，你们4个老头子点一桌家常菜，坐在这里喝茶聊天。你告诉我是你女儿安排的？小伙子，说话别这么难听，我们又不是白痴，孩子安排好了我们才来的。你闭嘴！这里不是老年活动中心，别什么人都往里窜。经理，你可以查，这是我女儿发给我的包厢号。截图谁不会做？现在骗子连银行短信都能仿。你给我看一个包厢号，就想占我们家盛酒店的 VIP？ 还有这瓶酒，哪儿来的？这是我女儿准备的，你轻点儿，那酒贵。拿一瓶假酒摆桌上，想骗谁？不是假的。你干什么？这是人家女儿孝敬父亲的东西，你凭什么摔？凭我是这里的经理，凭你们带假酒进店，污染我们 VIP 包厢环境，影响酒店品牌形象，地毯被酒污染，进口手工羊毛，清洗加折旧，10万。多少？10万，拿不出来就别想走。你摔的酒让我们赔？谁看见是我摔的？我进来时，这瓶假酒就已经碎了。你们4个老头私带酒水，弄脏包厢，还想赖酒店？你不能这么欺负人！老爷子，我劝你识相点。今晚这个包厢，王总又了，人家一桌消费20万，你们几个坐在这里耽误我们做生意，还把包厢弄成这样，10万已经是我给你们留面子了。国昌，给明明打电话。国昌，打呀！他在忙，我不想给孩子添乱。怎么不敢打？刚才不是说女儿安排的吗？让她来啊！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女儿能把几个穿旧夹克的老人送进 VIP。敏敏，酒店这边好像出了点误会。爸，你在哪个包厢？就是你订的那个牡丹厅。谁在你旁边？你就是他女儿？我是，你哪位？我是嘉盛酒店刘经理。你爸私闯 VVIP 包厢，私带假酒，还弄脏了酒店地毯，现在酒店损失10万，你马上转账处理，否则我就按规矩扣人。你说他私闯？对。你说我准备的酒是假酒？当然。你还说要扣我爸？怎么吓唬我？别以为找个有钱男人给你订过几次包厢，你就真把自己当人物了。你爸这种人我见多了，穿得破破烂烂，偏要装上流社会。20分钟，我马上到。来，带钱来，少1分，你爸今天都走不了。会议暂停。廖总，出什么事了？嘉盛酒店牡丹厅有人在我的酒店砸了我给我父亲准备的酒，还要扣我父亲。廖总，牡丹厅在嘉盛酒店，那家店上个月刚报进集团，原来的管理层还没换完。张辉，你和我去，但是先别露面。我倒要看看这家酒店从经理到老板到底烂到了哪一层。女士，请问你有预约吗？牡丹厅。听说里面几个老头弄坏了10万的地毯，刘经理说他们是混进来的。可那老爷子看着不像坏人啊！别乱说，刘经理最近攀上李老板，谁敢得罪？哪个李老板？原来的老板李大海啊！集团并过来以后，还是他暂管酒店。爸，敏敏，爸给你添麻烦了。爸，这双手给别人打了一辈子家具，我今天只是想让你好好吃顿饭。敏敏，别说这些，不是你的错。他们让您站在角落就是不行。谁摔的酒？你就是那个女儿。我问，谁摔的酒？你爸自己弄碎的。你们看见了吗？都哑巴了，是不是这几个老头自己打碎的？想清楚再说。
你试用期还没过。这封条是总部库房的专用火吸，每一瓶特供酒只封一次。今天下午是谁把酒送进牡丹厅的？看我干什么？哟，准备挺全啊。现在造假成本很低，小姑娘，你这种套路我见多了。先让你爸穿的寒酸点进来装可怜，再拿假发票、假单据吓唬人，最后是不是还想拍视频说我们酒店欺负老人？你不认识这张调拨单？哼，我只认钱，地毯损失10万，你们赔了立刻走人，不赔就在这耗着。酒是你摔的，人是你骂的，现在还让我们赔钱！老东西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你冲我来，别骂我朋友，就冲你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女儿要是真有本事，会让你穿这身来 VIP？ 我看她就是傍了哪个老板，偷拿几张单据出来给你装门面，开商务车，穿西装，拿几张单据就敢装总部的人。长得倒是会骗人，哪个老板养的小金丝雀，敢跑到我这儿撒野？你嘴巴放干净点儿！我女儿清清白白，靠自己本事挣钱。靠什么本事？靠这张脸吗？这一巴掌，打你羞辱女性；这一巴掌，打你羞辱老人。你敢打我？你该庆幸，我今天是以女儿的身份来，否则，你现在连站着回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好得很！你以为你有2张假占据就能在嘉盛撒野？嘉盛这块牌子现在还是靠李老板撑着，那就叫李大海来。你还敢直呼李老板名字？我给他10分钟。是谁敢在我李大海的地方闹事？这几个人混进 VIP 包厢，带假酒弄脏地毯，还打我。李总，这女人挺能装，还拿了张总部调拨单，估计是哪个老板身边的人。这位女士，我是嘉盛酒店负责人李大海。事情我听说了，你们占用 VIP 包厢，损坏酒店物品，还动手打我们管理人。看在老人年纪大的份上，我可以不追究其他责任，但10万审发费必须赔。你就是这样处理客搜的？客俗？首先你们得是客，我们有预定。预订信息呢？嘉盛集团总办预约，牡丹厅，廖国昌先生，今晚6点。你们酒店前台系统应该有记录。现在骗子真专业，连总部格式都仿得出来。你没有核实，就定性造假。女士，我做酒店20年，什么人没见过？真正总部安排的贵客都会提前有人接待，不会穿着旧衣服，带几个老头坐在这里点一桌低价菜。我给你们一个台阶，赔10万，写一份道歉说明，承认私闯包厢，损坏酒水地毯。这事儿我就不扩大。如果我不写呢？那我就让你知道，嘉盛酒店不是你撒泼的地方。李总，刚才他打我2巴掌，必须加赔精神损失费。还有这几个老东西赖着不走，影响王总用餐也得赔。明明是你们要抢包厢。王总什么身份？你们什么身份？这包厢给王总用，是给酒店创造价值，给你们用，除了添堵，还能干什么？这话也是你的意思？酒店经营讲究效益，我们打开门做生意，也要筛选优质客户。所以，在你们眼里，穿着普通的老人不配做 VIP。人要有自知之明，
你父亲如果想吃饭，1楼大厅随便坐，非要坐牡丹厅，那就要承担相应代价。我女儿说，这包厢是她安排给我的。你女儿说你就信？她说她是嘉盛老板，你也信？刘经理，你刚才说嘉盛酒店背后有人，总部也要给李老板面子。没错。李总，你也这么认为？我跟总部张总管很熟，嘉盛餐饮这次整合，很多事儿还要靠我稳定门店。你想拿总部压我，恐怕找错人了。怎么，还要叫人？张辉，嘉盛酒店执行负责人李大海说，他跟你很熟，还说总部要靠他稳定门店。廖总，我和李大海只在股权交接会上见过一次，他没有权限代表总部，更没有资格扣留客人。装，继续装，随便找个人就敢冒充张总管。张辉，10分钟内到牡丹厅，带上嘉盛酒店今天的包厢预约记录、特供酒储库记录、牡丹厅监控权限，还有李大海任职以来所有客户投诉和酒水账目。明白，廖总，我已经在楼下。楼下，他怎么会在楼下？你到底是谁？敏敏，你不是说你就在酒店做普通管理吗？爸，等我把这件事处理完，我慢慢跟您说。李大海，张总，廖总，廖总，现在重新说一遍，这瓶酒是谁摔的？我父亲是谁骂的？10万损失费是谁要的？廖总，这可能是误会。误会。总部预约，你们说是假；特供酒被摔，你们说是老人私带假酒；经理辱骂客人，试用员工，强行索赔，你说是误会。李大海，我给你机会，不是让你狡辩。廖总，牡丹厅门口监控已经调出，下午4点37分，特供酒由行政仓管送入包厢；6点12分，刘经理进入包厢；6点14分，他亲手将酒摔碎。张总管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那是假酒。你一个门店经理，连集团特供封调都不认识。是他没核对清楚，他带人进错包厢，我才误会的。刘经理，不是我，系统上写的清清楚楚，牡达厅就是廖国昌先生，是你说王总要用，让我把他们赶走，我不肯，你就说我试用期别想过。你胡说！我有录音。放。几个穷老头做什么牡达厅？王总一桌20万，他们才点几个菜？等会儿我把酒一摔，地毯钱往他们头上一扣，别说10万，3万都够吓跑他们。张辉，记下来。刘云，停职，交监察部查强制索赔和酒水账。李大海，解除管理权限。今晚开始，嘉盛酒店所有 VIP 包厢由总部接管。张辉，封存预约记录、酒水账、客户投诉，重点查3件事：势利接待、虚假赔损、
酒水回扣，谁拦就一起查。廖总，我错了，我真不知道他是您父亲。我要是知道，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他不是我父亲，你就敢？你砸的不是酒，你砸的是我父亲攒了一辈子的体面，也是嘉盛酒店最后一次纵容你们的机会。闺女，爸是不是给你丢人了？爸，丢人的不是您，是他们。廖总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我这一次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能丢工作。你刚才让我爸拿10万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他上有老友要照顾面子，下有女儿要顾虑工作？我就是一时糊涂。你刚才骂我们老东西的时候可不像糊涂，你让我们写道歉书的时候也不像糊涂。李总，您替我说句话。王总要用包厢，是您说必须清场的，我只是照您意思办事。你放屁！刘勇，你自己贪功，自己想讨好客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什么时候让你摔酒讹人了？李总，您不能这样啊！刚才在楼上茶室，您亲口说王总今晚消费20万，牡丹亭必须腾出来。您还说这几个老人看着不像贵客，随便找个理由打发走。闭嘴！廖总，下面人不懂事儿，我刚才也是被他误导。您放心，我一定配合总部处理。刘勇这种害群之马，我早就想清理了。早就想清理，却提拔他做了经理，早就知道他是害群之马。为什么刚才进门第一句话不是何时预约，而是让我爸赔钱？这不是情况紧急吗？我以为他们真是闹事客人。你以为嘉盛酒店是靠个人情绪来管理的？廖总，这是我刚刚让总部调出的嘉盛酒店近3个月客诉记录，牡丹厅、兰亭厅都出现过类似投诉，同一时间段，这些包厢又被高消费客户使用。李大海，3个月27起。高端酒店调配包厢很正常，有时候客户等级不同，接待标准也不同。所以你把老人、外地客、穿着普通的顾客都归到低等级。不是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廖总，被要求换包厢的客人里，有13起额外支付过清洁费、茶具损耗费、地毯维护费，金额从3000到8万不等。收款账户都不是酒店公账。对，这钱不是我一个人拿的。李总，你不能把我推出去。李总，你想啊，那些清洁费、维护费，都是你让我转到你表弟账户的啊！你再敢胡说！我胡说，财务小陈就在这儿，每次收完钱都是他做内部备注，备注成客户临时升级服务费。你敢说你不知道？小陈，你想清楚，公司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别被一个疯子带偏。廖总，我有备份。你说什么？我有一份私下收款流率备份。小陈，你不用怕，只要你说的是事实，集团会保护你，也会按照制度处理你的过错，证明你机会和配合情况。我怕背锅，每一笔转账我都打印了一份。刘经理每次分1成，客房、大堂几个主管也有提成。1成？我才拿1成，李大海拿7成。廖总，我愿意配合，我全都说。廖总，您年轻，刚接手集团，可能不懂酒店，下面门店要运营，要维护客户，要打点关系，哪一项不要钱？总部坐在办公室看报表，当然觉得账面干净最好看，可没有我这种人在下面撑着。王总这种客户会来吗？
所以你承认这些钱是你安排收的。张辉，记下来。已记录。廖总，做人别太绝。嘉盛酒店这半年流水能起来，是我带起来的。王总、赵总、孟总，都是我的客户。你今天撤我，明天嘉盛少半条命。嘉盛缺的是干净流水，不是脏钱。干净？干净饭哪有那么好吃？您今天替父亲出气，我理解。但您要是真动我，别说今晚王总这桌，后面几个大客户全部撤单，到时候总部嫉妒，业绩塌了，董事会第一个问责您。咪咪，要不爸不吃了，咱们走吧，别因为爸耽误你工作。爸，您今天不是耽误我工作，您是在帮我看清我的酒店到底藏了多少烂人。包厢到底腾出来没有？我客人都到楼下了。李总，什么意思？我请的贵客马上到，你们还没处理好。王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出了一点小境况。就是他们占着包厢，误会，马上解决。老爷子，做人要识趣，你们吃的是饭，我谈的是生意，耽误我的局，你们赔不起。你又是谁？凭什么说我们不配做？我凭我今晚在这里消费30万，你们消费多少？这位小姐看着倒像能说话的。今晚我请的是城西项目方的人，耽误了我的局，你们赔不起。王总，王成业，成业建材，海城一半装修项目都得从我这儿拿货。廖总，成业建材在新店改造供应商名单里，推荐人是何副总。廖总，王总不仅是酒店大客户，还是我们新店改造供应商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没必要因为一点误会伤了和气。廖总，这是总部来的领导。原来是廖总，年轻有为啊！今晚这事儿给我个面子，老人家这桌费用我出了，另外再送你父亲2瓶好酒，包厢让出来，大家都好看。王总刚才说今晚请城西招商的人，商务宴请，正常往来。用我们酒店 VVIP 包厢挤掉总部预约，把私人宴请包装成商务接待，还牵涉嘉盛新店供应商。王总，你觉得这正常？廖总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查王成业近半年在嘉盛的消费记录，以及与新店改造项目的关联。查我？廖总，你想清楚，现在材料已经进场一半，你一句话查我，工期延误谁负责？对啊，廖总，新店改造是董事会重点项目。你们还挺会互相提醒。廖总什么意思？把采购部临时审查记录打开。廖总，您是说昨天那份？对。嘉盛新店改造材料抽检，昨天初步结果，3批隔音板密度不达标，防火等级报告存疑，供货方正是成业建材。胡说，我们的报告都是合格的。所以你今晚请城西商会的人，是正常往来，还是想在复检前提前铺路？廖总，年轻人做事别太冲。你知道我背后是谁吗？这句话，李大海刚才也说过。李大海只是个酒店老板，我不一样。你动我供应链，动的是一串人的利益。你父亲今天受点委屈，我给钱补偿。可你要是把事情闹大，你这个廖总的位置未必坐得稳。我女儿的位置不是靠你们给的。老爷子，你懂什么？我是不懂你们那些生意，我只懂一件事：做东西不能偷料，做人不能偷良心。你们今天敢把1瓶酒摔了赖到我头上，
明天就敢把不合格材料塞进酒店墙里，再赖给别人命不好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教我做生意？他是我父亲，也是今天嘉盛酒店最尊贵的客人。好，既然廖总不给面子，那我也不吃这顿饭了。李总，撤单，后面成业所有宴请全部取消，新店材料马上停工。可以，通知采购部，成业建材列入暂停合作名单，同步启动备选供应商。明白。你敢？你刚才不是要停供？廖总，不能冲动啊！新店工期已经宣传出去了，延误1天都是损失。用不合格材料开业，出了问题，损失的是1天吗？从包厢到供应链，从经理到老板，从客户到材料商，你们不是一时糊涂，你们是一条线。今天谁跳出来，谁就自己站到名单上。廖总，你以为几句话就能定了？抽检报告还没最终出来，你凭什么说我材料有问题？凭我这里有正式复检报告。廖总，这是集团工程监察部周工，成业建材3批隔音板防火等级不达标，新店包厢木饰面存在以次充好的情况。你们怎么会这么快？因为廖总半个月前就要求我们暗查新店改造，也就是说你早就在查了。成业建材全部暂停合作，已供材料全部复检，不合格的按合同追责，1分都别想赖。廖总，咱们可以谈，材料有问题我换，我免费换。今晚是我说话冲，我向老人家道歉。老爷子，刚才是我嘴欠，您别往心里去，我给您赔礼，您看行不行？道歉不是交易筹码，你们也一样。廖总，您今天把事情做绝，董事会那边未必支持您。嘉盛整合刚完成，您大面停职停供营业，这不是整改，这是砸盘。我听说嘉盛酒店出事了。赵董，是您吗？我是李大海。廖总年轻气盛，为了一点家庭误会，要停掉嘉盛酒店 VVIP 接待，还要终止成业建材合作。赵董，门店经营不容易，廖总不懂一线艰难，您得劝劝他。不能因为他父亲受了点委屈，就把整个盘子掀了。李大海，赵董，您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同意敏敏接手嘉盛餐饮吗？因为半年前，嘉盛餐饮账面流水好看，利润却异常下滑，是敏敏一个人带团队查了3个月，查出门店私账、采购回扣、虚假损耗3大问题。你以为他今晚是临时发火？他是在收网。赵董，嘉盛酒店执行负责人李大海、门店经理刘勇涉嫌长期虚假赔损，以及与供应商利益疏方，我申请启动集团1级监察。批准。敏敏，替我向你父亲道歉。嘉盛餐饮让老人受辱，是集团管理失职。今晚所有处理，我都支持你。谢谢赵董。老爷子，我不是人，我有眼无珠，我嘴贱，您原谅我。走开，别再污了我爸的眼。相关管理人员留在会议室配合内部问询，手机、电脑、账卷、监控备份按集团制度封存，谁私自删除、转移资料，直接移交法务追责。李总让我干的，都是李总让我干的。廖敏敏，你别以为你赢了，嘉盛酒店这些年怎么起来的，你很快就会知道。你把我们都动了，下面没人替你干活。你错了，嘉盛酒店不是靠你们起来的，是靠这些被你们压着的人一桌一桌接待出来的。从现在开始，嘉盛酒店所有员工可匿名提交问题，被打压的复职，被拖欠的奖金补发。廖总，我愿意配合调查。兰亭亭那位阿姨被收3800清洁费，我在场。登记，其余人匿名提交。今晚先保护证人。
爸，我先带您和叔叔们去别的地方吃饭。敏敏，不换。爸，这包厢是你给爸订的，爸没偷没抢，没做亏心事。今天谁说我不配坐，我就偏要坐在这里。对，国昌，咱们不走，饭凉了可以热，骨气不能凉。好，不换。重新上菜，把这间包厢彻底清理干净。今晚我亲自给我爸和几位叔叔倒酒。不用特奉酒了，爸喝什么酒都行。爸今天最高兴的，不是喝了多贵的酒，是知道我闺女这些年真的没白吃苦。爸，对不起，我一直骗您说我不累。傻孩子，你爸是老了，不是瞎了。你每次回家，筷子拿着都能睡着。你说项目轻松，手机半夜还在响。你说老板器重你，可你眼底的红血丝骗不了人。爸不是不知道你辛苦，爸只是不想拆穿你，怕你更累。廖总，这是后厨老师傅自己存的酒，他说今晚这桌应该喝这个。这个好。老伙计们，今天这饭咱们继续吃。敬国昌有个好女儿，也敬敏敏有个好父亲。要不是国昌一辈子教他做人要直，他今天也不会敢当场拔这些烂根。各位叔叔，今天让你们受委屈了，这杯酒我赔罪。敏敏，别说赔罪，我们几个老头今天算是开眼了。以前总觉得有钱人的地方不讲理，不是地方坏，是人坏。敏敏，接下来你还要查很多人吧？今晚只是开始。爸帮不了你谈生意，也不懂那些报表，但爸能告诉你，木头烂了一块，不能拿漆盖，盖得越亮，里面烂得越快，该刨就刨，该换就换。我记住了，廖大师傅。廖总，不好了，说大堂来了10几桌老客户，说要退会员卡，还说嘉盛酒店新老板仗势欺人，赶走老客户，羞辱供应商。这不就是倒打一耙吗？廖总，李大海刚刚用私人手机在几个客户群里发了消息，说您为了给父亲出气，当众停掉 VIP 接待，还要清算所有高消费客户。敏敏，爸跟你下去。爸，您安心吃饭。他们刚才拿我做文章，现在还拿我做文章。爸不能让你一个人扛。好。嘉盛酒店现在真厉害啊！新老板上任第1天就把老客户当贼查。我们一年在这消费几10万，还不如一个穿旧夹克的老头有面子。李总都被你们带走问话了，谁还敢来吃饭？廖总来了，大家有话直接问他。今晚就是他一句话，停了 VVIP 接待，还要查我们所有客户。以后谁还敢来嘉盛吃饭？吃一顿饭还要背调。廖总，我们是来消费的，不是来受审。你们家内部管理有问题，凭什么牵连客户？李总以前在的时候，我们吃饭喝酒都舒服。你一来就查这查那，是不是嫌我们这些老客户脏？今晚正常消费的客户，嘉盛不仅不会查，还会补偿。但借酒店名义做虚假宴请，拿回扣，转移包厢权益的人，一个都跑不了。你少扣帽子，大家听见没有？他就是要查客户。王总这么怕查？我怕什么？我是家装大客户。是吗？王成业，过去半年你在嘉盛酒店消费173万，其中112万挂在新店改造商务招待名下，由嘉盛项目款抵扣。也就是说，你用嘉盛的钱在嘉盛酒店请你的客户，再通过李大海安排高价酒水套现。你胡说！其中23场宴请，客人名单重复率超过70%，11次写着招商接待，实际到场的是你公司员工和亲戚。王总，这是真的吗？
当然不是，这是他为了打压供应商故意做的假账。您是海通商贸的陈总对吗？你认识我？您在嘉诚有3张会员卡，去年消费48万，其中2次投诉过包厢被临时更换，1次被收了6800茶具维护费。6800，我记得当时刘经理跟我说，是我助理把进口茶杯碰裂了。陈总，那天的茶杯是您离店后才拿出来拍照的，拿出来的人是刘经理。所以你是说我被讹了？不止您，赵总，您上个月在兰亭厅被收了3万2地毯清洗费，监控显示红酒是在撤餐时洒的，撞上服务员的人是刘经理。我说那天怎么不让我看监控？别被他带偏！他现在就是想把所有责任推给李大海和刘经理。王成业，你急什么？我是在替大家说话。你不是替大家说话，你是在怕今晚这些客户意识到自己也被你和李大海当成了工具。你把客户补偿方案公布。所有被虚假收取损耗费、清洁费的客户，以及被虚假收取维护费的客户，经核实后3倍退还。嘉盛酒店开通7任客户核账通道，所有账目可申请复核。廖总，如果你说到做到，我不退卡，我还愿意给你们介绍客户。哼，我那3万2要是查实了，李大海别想躲。谁让你们公布客户账目的？这是商业机密。敢做就不要怕被挖出来。客户补偿3倍退还，你说的轻巧，这笔钱谁出？最后还不是集团兜底？违规所得先追缴，不足部分由嘉盛先垫付，再向责任人追缴。追缴？你追得到吗？李健名下的维护公司，去年和嘉盛签过协议，而李健是你表弟。自己签给自己表弟，还拿我们客户的钱往里塞。李总，你这生意做得比酒店还赚钱啊！廖敏敏，你还是先解释解释这个吧。视频被剪过，前面的辱骂和摔酒全没了。这就是嘉盛新老板的处理方式：不调查，不沟通，上来就打人。这样的管理者，今天打刘经理，明天就能打客户。是他先骂我女儿。老爷子，您是他父亲，当然帮他说话。可视频不会说谎。廖总打我是真的，廖总打我是真的。我承认我态度不好，可他上来就打人，这是事实。廖总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这就是证据。你们总部要查我可以，但你打人这件事儿也必须给所有员工一个交代。这视频要是发出去，外面只会看见廖总打人，看不见刘经理怎么骂人。对，廖总，不如你先给刘经理道歉，再谈整改。管理者都不守规矩，凭什么查别人？敏敏，是爸没用，爸刚才应该拦住你。爸，没事儿。李大海，这视频谁给你的？你管谁给的？内容是真的就够了。内容是真的，但不完整。你有完整的对吗？有，因为刘经理常常让我们背锅，我时常背着录音笔。哪个老板养的小金丝雀，人家给你花过几次钱，你就以为嘉盛酒店姓你了？长得倒是不错，难怪敢这么横。靠什么本事？靠这张脸吗？打轻了。我要是听见有人这么骂我女儿，我不止打2巴掌。廖总打的是羞辱，不是员工。我可以为动手接受集团内部问责，但你羞辱女性，羞辱老人，敲诈客户，一样都别想逃。没错，我们愿意替廖总作证。对，以前的领导都是出了事先撇清自己，下面人背锅。廖总，这件事我会如实向董事会说明。您是为维护家属名誉，也是为阻止持续性羞辱。不用替我美化。从今天开始，嘉盛整改第1条，
任何管理者犯错都不能用职位掩盖，包括我。够了！你们现在拍他马屁，以为他能护你们一辈子？嘉盛酒店没我撑着，明天客户全跑，你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你还真把自己登嘉盛的根了。我就是，没有我这些客户资源，嘉盛酒店半年内必亏。客户资源，各位愿意继续留在嘉盛，是因为李大海，还是因为嘉盛能给出干净账目、公平服务和明确补偿？我做生意20年，最烦被人当傻子宰。只要你们真整改，我可以继续合作。王总，您还不能走。我还有事儿。成业建材送来的隔音板外包装编号和内部板材品号不一致，也就是说，成业送来的不是检测报告对应批次。你们私自拆我的货！材料已经进厂嘉盛工地，按合同嘉盛有权抽卷。你们懂什么材料？隔音板外包装和内皮号不一致很正常。不正常。这板芯颜色发灰，压层松，边上还有明显掉粉。真正达到防火等级的板，切面不会这样散。你懂什么？你个老头！还有这木饰面，削皮贴的亮，底板却薄。你们拿样品给人看的是好板，送进厂的是低一档的板。外行看颜色，内行看切边。廖先生说的对，切边确实有明显分层。我父亲做了20多年的木工，他的专业我信得过。他胡说！一个木工凭几张照片就敢判我的材料？你怕的不是我胡说，你怕的是我说中了。李大海，你不是说能摆平吗？现在怎么办？你闭嘴！摆平什么？把他们分开问询，重点查李大海和成业建材之间的材料验收、验请、抵扣、私账往来。明白。廖总，材料的事可以谈，价格可以降，损失我认一部分，你不能把我往死里逼呀！你们用不合格材料做包厢隔音、防火墙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万一出事，里面吃饭的人会不会被你们往死里逼？今晚嘉盛酒店的事不是一个包厢纠纷，它是一条线。前台看衣服下菜碟，经理摔酒讹钱，老板改账护短，供应商以次充好，大客户虚假宴请套项目款。这条线吃的是客户的钱，压的是员工的腰，砸的是嘉盛的招牌。最后还想把我父亲这样的普通人踩成垫脚石。通知总部，嘉盛整改升级，今晚不只查一家酒店，所有门店同步封存近半年客诉、损耗记录、酒水、供应商宴请记录。明天早上8点前，我要第一批名单。是。廖总，是何副总。接，开免提。廖敏敏，你现在立刻停止嘉盛酒店所有调查。何副总是谁？何振东，集团运营副总，整合后的餐饮板块，原本他也想接。何副总，你的消息来得很快。你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我想不知道都难。为了你父亲一顿饭，你停酒店、查客户、封供应商、扣管理层，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电话打到我这里？爸，没事。廖敏淼，公司不分是管理大计，你用集团特供酒招待亲属，用 VVP 包厢安排私人宴请，现在还借题发挥清洗老员工。你以为董事会会由着你胡来？何副总，廖总父亲的包厢费用是私人账户预付，特供酒也走了董事长特别审批流程。张辉，你少替他扯。特供酒就是特供酒，普通员工父亲能喝，普通客户能喝。他廖敏敏自己立规矩，自己先破规矩，还有脸查别人？
何副总，你急着把事情定性成私人宴请，是怕我继续往下查，还是怕李大海撑不住把你供出来？廖敏敏，你年轻可以冲动，但不能乱咬人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嘉盛酒店的事儿到刘经理为止，李大海停职反省，明早董事会我会替你解释成情绪失控。替我解释？只要你今晚收手，我还能保住你的脸面。否则，明天董事会讨论的就不是嘉盛整改，而是你有没有资格继续管餐饮板块。这位领导，今晚被欺负的是我们几个老人，被摔的是我女儿给我准备的酒，被讹的是我们。你不问坏人错在哪儿，先问我女儿凭什么查？你这领导怎么当的？呵呵，廖老先生，你年纪大，我尊重你，但集团管理不是家长里短，你不懂就别插嘴。何振东，你可以质疑我的管理，但你没有资格羞辱我父亲。廖敏敏，你现在是在逼泯集团副总？不是逼泯，是通知，把何副总从嘉盛酒店专项调查组的权限里驱除。是。你敢？我为什么不敢？嘉盛整改项目，董事会任命我为第一负责人，任何与被查门店、供应商存在利益关联的高管，都必须回避。好得很，你要查，那就查。明早8点董事会，我看你怎么解释你今晚这场闹剧。敏敏，爸是不是把你害惨了？爸，您没有害我。今晚要不是您，我可能还要再等半个月，才能撕开这个口子。可那个人是副总，副总也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。你早就在查了，对不对？嘉盛餐饮整合后，账面流水倒很快，但利润一直不对。可每次我要查，何振东都说门店刚整合，不能伤筋动骨。他不是怕伤筋动骨，他是怕刨出他自己的骨头。所以今晚李大海和王成业不是终点，他们背后还有人。廖总，董事办那边有动静，何振东在连夜联系董事，想把明早的会议改成对你的问责会。现在证据能按死李大海和王成业，但还咬不到何振东。不，他们越急，说明我们离真相越近。开始吧。各位董事，昨晚廖敏敏因父亲纠纷响，情绪失控，当场出手伤及门店经理，停职酒店负责人，暂停 VVIP 接待，冻结供应商合作，造成大量客户恐慌。这是昨晚客户群截图，多人提出退卡、撤宴请、取消合作。嘉盛餐饮刚刚完成整合，经不起这种折腾。廖总，大人一事属实吗？属实。你承认就好。管理者带头破坏制度，下面的人怎么服？我建议暂停廖敏敏餐饮板块负责人职务，由我再暂代整改。何副总，你准备得很充分。我是为集团负责。昨晚的完整录音、客户补偿登记、材料复检报告，我已经发给董事会了。该处分我的，我认，但该查他们的，一件也不能少。还有关于何副总办公室与李大海、王成业的通话记录。廖敏敏，通话记录不能证明利益往来。一个把个人情绪凌驾公司利益之上的人，不配参与整合管理，大家觉得呢？廖总，腐败要查，但打人和停业也要有边界。何副总，你的建议是由你暂代，我只是为集团稳住盘面。敏敏，证据还有吗？赵董，证据不足就该表决。等等，爸，赵董，您看看这个，再决定是否罢免敏敏。
一个破木盒还想翻身？这是昨晚封存刘勇办公室时，在酒柜暗格里发现的。拿个空木盒来这里唱戏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当我们家剩是什么？旧盒子不该掉新木屑，还有一层。这可能是关键证据。爸，你这老手艺还在。不可能！季度运营咨询费金额合计186万，钱款全都到了你侄子公司。这家公司是我侄子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拿亲属做文章，不觉得可笑吗？何总放心，王成业那批材料我这边会盖验收账，总部要查，我就用客户退卡逼停手。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没有眼力劲儿，就不配坐在这个位置。等她下马，嘉盛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何振东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各位，你们别忘了，嘉盛餐饮这几年是谁撑起来的？廖敏敏才来多久？他懂一线吗？他懂客户吗？他懂供应链吗？他靠什么上位？靠董事会扶持，靠新派改革，靠嘴上说的好听。可嘉盛那些老客户，是我和李大海一个个喝出来的。那些门店，是我一点点跑出来的。所以你觉得喝出来的客户就可以被你们宰？没有灰色空间，生意根本做不大。不是生意做不大，是你自己的胃口填不满。董事会表决，周董解除何振东运营副总职务，移交集团监察部深入调查。廖敏敏动手一事，记内部管理处分一次，不影响其继续主持嘉盛餐饮整改。廖总，你有没有异议？没有。你们以为处理我就结束了？嘉盛餐饮这么大，门店那么多，你查得完吗？你今天拔掉我，明天还会有第二个我，这就是人性。各位老板，我不懂你们开会。廖先生，您说，木头里长虫，不是木头的错，是没早发现，发现了不刨，才会整根梁都坏。昨晚他们把这盒子藏得那么深，可只要缝是新的，手摸一摸就知道。人也是一样，一个人嘴上说为公司好，可他看人的眼神、说话的口气、办事的手法，早就漏风了。你刚才说人性如此，那是你，我闺女不是。我女儿有没有错？我不懂制度，但我知道，她昨晚打人，是因为那个人骂得太脏。她查酒店，不是为了我一顿饭，她是想让以后来吃饭的人，不管穿西装还是穿旧夹克，都不用先低头看自己配不配。廖先生说得好。第一批停职名单、客户补偿名单、供应商复检名单都已经发下去了。廖总，情况比我们预想的更深。那就挖到底。可是这么查，短期流水一定会掉。脏钱少一点，干净人就能多一点。廖总，账号是昨晚注册的，视频也是提前剪好的，不是临时反扑，是何振东留的后手。敏敏，他们是在骂你吗？爸，别看，
爸不怕看。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凭什么这么骂你？所以我们要把完整证据放出去。法务已经准备好了，完整监控、录音、客户证词、员工证词、材料附件都可以做成公开说明。别想多了，敏敏，发吧。爸，他们都敢把脏水泼到你身上，爸还怕被人看见吗？爸，对不起。别总说对不起。你爸这辈子没给你留下什么家底，但这点脸皮还能替你挡一挡。发。嘉盛餐饮欢迎每一位清清白白来吃饭的客人。李大海那帮人把我们当提款机，廖总查得好。爸，你的手艺还在。爸做了一辈子木活，最后能给你酒店留块牌，也算没白干。廖叔叔，今天这桌菜，后厨师傅说必须趁热吃。好，辛苦你们。上次坐这儿心里发虚，今天坐这儿踏实。这回谁想讹人都没地方下嘴了。爸，今天喝酒吗？不喝了，今天喝茶，酒容易上头，茶能慢慢品。国昌，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领导了。我哪是什么领导，我就是个木匠。爸，木匠也很好，要不是您教我，木头烂了不能拿漆盖，我可能也会犹豫。可您说的对，该刨就刨，该换就换。廖总，第一批客户补偿已经完成，员工申诉通道继续开着。董事会也发了通知，嘉盛整改方案会作为集团样板推行。敏敏，这是好事儿啊！还有一件事儿，今天普通客户权益日预约爆满，很多老人、家庭客户都说想来看看这块清白入席的牌。一块木牌有什么好看的？他们看的不是木牌，是以后进这扇门不用再低头。那这杯茶敬所有清清白白吃饭的人。